我们从小的教育被这个司母戊大方鼎给误导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安阳的殷墟博物馆。殷墟呢是商代后期的一个都城所在地，它有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一个是它在文献里面都有记载。你看它那个上面写的那3个字是大夷商，就是在《诗经》里面就明确有这3个字，各种文献里面都有记载。第二是呢，在这个考古发现里面啊，就比如是在里面我们会看到大量的甲骨文，以及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个铭文啊，史籍里面的一些记载啊，就文物发现和史籍记载，它这些里面是可以相互印证的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殷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凿的一个都城，是第一个都城。夏商周嘛，就夏的那个还有点存疑，但是大夷商这个是确认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。我之前去过一次，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满坑满谷的都是文物，就是那个冲击力特别的大。我到里面找那几个国宝，发现在密密麻麻的文物里面，它只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，特别的震惊。而且那个鼎啊，鼎就在这儿放着，你感觉伸手就能摸着它。但是我不是说伸手要去摸这个文物啊，就是你感觉跟这个3000多年的这个距离，感觉你触手可得的这种感觉。咱等会儿进去看一下。就是我一开始进来之前，我很担心我这根三脚架带不进来，以及我这个相机带不进来。告诉广大的朋友，就是你如果进来拍照的话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带进来，他们的安检人员特别的友好。一进博物馆右手侧有一个展厅，叫殷墟车马遗迹展，这里面展示了殷墟出土的马车20-30架。就是它有一个标题叫车辚辚马萧萧，主要是一个当年的壮观景象嘛。就这个车马的遗迹里面有车有马还有殉葬的人，就整个展厅看起来非常的震撼。那个人胸骨已经没有了，很惊骇的在那儿，他那个表情非常的痛苦。现在是整个车马坑是完全赤裸的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它应该表面喷有什么防氧化之类的那种东西，但我们看着就特别的近，特别的真切的那种感觉。这车马坑的发掘这个技术好像也特别的厉害。你看它这整个一个土啊，不是一层层的从上往下发掘，它是探出来这个地方有车马的话，它把整个的这一坨土啊，整个的倒扣着刨出来，然后移到一个适宜发掘的一个室内。它从侧面开始发掘，因为你从上面往下发掘的话，你可能把这些东西都弄坏了。现在这些木头呀，因为已经2-3千年了嘛，这些木头它已经跟土其实是一样的了，它已经腐烂了。但是木头虽然腐烂了，变得跟土一样了，但是它有纹理，在土壤里面，它和普通的土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质感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个普通的土给刨掉，然后留有木纹的这东西给它原样的保存下来，一层层的往下铲。这个技术现在是最先进的一个发掘技术。这个小车是人力车，这个里面殉葬的只有2个人，没有牲口。我看离得多么近。西周到春秋的前期，这儿其后夷人，因为这儿还有大象呢。河南那个豫就是大象嘛，就这个地方商王在这儿打过大象呢，所以你想有大象的地方得有多暖和，就像西双版纳吧。我们从小的教育被这个司母戊大方鼎给误导了。司母戊大方鼎那么大的一个东西，将近1吨重量的一个东西，我们认为青铜器差不多都得那么大，或者比它小点儿。当然它是最大的，其实真正的青铜器就这么大个儿。甲骨文，乌龟的腹骨。它占卜完之后，它把得出来的结果再刻在这个骨头上。它先在这个骨头的背面钻孔，钻圆孔和方孔，不同的位置钻不同的孔，然后用火烧它。烧完之后呢，由于那个孔的存在，这个骨头受热不匀嘛，不均匀，然后它就就裂开了。然后通过那个裂纹得到一个占卜上的结果。它问什么问题，它会解读出来一个结果，然后再把那个结果，你看。用甲骨文记录在这个骨头的背面。看这片甲骨，这是个牛的骨头，应该是肩胛上的骨头。看看它的背面，有凿孔的痕迹和烧灼的痕迹。
而且我个人有一个误区，我以为一片甲骨它就是一个占卜的结果，其实像这片甲骨它是好多日期、好多次的占卜，包括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龟的副版，那密密麻麻的不知道都补了多少次了。这篇甲骨是商王一直在问我要打猎会有什么结果，连续多日4天，连续多日在问我打猎会有什么结果。